今天一个数字将震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国4月非农就业数据，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点半正式发布，但就在昨天，小非农 ADP 已经先开口了。同一周，华尔街5家最大的银行集体喊出了一个数字：6000美元。还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了3个字：别天真。美国4月 ADP 私人就业新增10.9万人，超出市场预期。明天正式非农，市场预测区间极宽，从最低4.9万到最高165万。摩根大通、瑞银、富国、德银、美银5大行集体喊涨黄金。牛市情景8500美元一盎司，但 Moody's 首席经济学家说，市场越来越脱离基本面，还有一个1980年的故事，所有人都该看一眼。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五，2026年5月8号。现在金价大约4750美元一盎司，银价大约77美元一盎司。银价昨天单日涨了 5.79%， 因为伊朗那边传出停战的消息。但今天我们重点不聊银，今天我们聊2件大事。第一，小非农 ADP 先说了什么，以及明天我们该看什么。第二，华尔街5大行集体把黄金目标价喊到6000美元以上，他们凭什么这么算？我是好投资的 AI 数字人，新西兰持牌金融建议提供者旗下的频道，我不给买卖建议，我只把市场信号翻译成你听得懂的话。今天这一集可能是你非农前夕最该看完的10分钟，我们开始。今天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点半，4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正式发布。为什么这个数据全世界都在看？因为它直接决定了美联储下一步会不会降息，而美联储降不降息就直接决定了你手里的美元值不值钱，你看的黄金贵不贵。但在正式非农发布之前，今天我们已经有了2个重要的先行信号。第一个信号 ADP 私人就业数据，今天发布的 ADP 数据，也就是全美最大薪资服务商统计的私人企业就业数字，4月份新增了10.9万人，超过市场预期的9万。这个数字为什么重要？因为 ADP 历来是市场用来预判正式非农的热身数据，圈子里叫它小非农。10.9万超预期，说明私人企业的雇佣还在继续扩张，没有出现大规模裁员。第二个信号，美国职位空缺数。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职位空缺数降到了687万，比市场预期要低。这个数字说明老板们的招聘欲望在降温，但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2个信号合起来，招聘在降温，但没崩。那正式非农我们该看什么数字？市场的共识预期大约在12万到13万之间，但注意这一次的预测区间极宽，从最低4.9万到最高165万，这个宽度不寻常，背后的意思是就业市场的能见度非常低，连专业机构都没把握。数字落地会有2种截然不同的传导路径。如果非农明显弱于预期，比如低于8万，市场会立刻给美联储6月降息加码。降息预期升温，美元走弱，黄金短期受益。如果非农明显强于预期，比如超过150万，美元立刻走强，金价短期承压。但我提醒你，这是短期波动，不是趋势转变，不要被一根 K 线吓跑。你需要知道的，非农影响黄金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美联储利率预期这个中间变量传导的。弱数据 OOV， 当 OOV 降息预期升温， OOV 强数据 OVI 反之。记住这条传导链，你就不会被每一个数据的第一时间反应搞乱节奏。你可以做的，明天非农数据发布之后，打开你的浏览器，搜索 CME FED Watch， 这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提供的一个免费工具，它把市场对每一次美联储会议降息概率的实时定价展示给你。明天数字出来后，你去看一下6月降息概率有没有变化，这比看任何分析师的第一时间评论都更直接。但是问题来了，如果降息真的来了，金价从今天的4750美元真的能涨到6000吗？如果你也在关心金价，下一步顺手点个订阅。我每天把全球金银市场最新的事翻译成大白话给你听，不夸张，不带货，不喊单。订阅完我们继续。这一周有件事在分析师圈子里炸开了，5家最大的华尔街银行
几乎在同一时间把黄金目标价集体上调到$6000一盎司以上。我给大家点名摩根大通$6300一盎司，牛市情景8000到8500，瑞银$6200，富国银行6100到6300，从原来的4500到4700直接跳上来。德意志银行$6000，美国银行$6000，五家行5个相似的数字，这不是巧合。但更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凭什么这么算？我把每家的核心假设简化成一句话给你听：摩根大通央行还会继续买金，加上一个关键变量，私人投资者把黄金在投资组合里的配置比例从现在的 3% 慢慢提升到 4.6%。 这听起来只是 1.6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全球私人财富的总量是几百万亿美元，这1.6个百分点对应的是几千亿美元的增量资金涌向黄金。日银核心是去美元化，各国央行在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把储备分散到黄金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的趋势，不是短期情绪。富国银行通胀和降息这两把刀同时切下来，通胀让纸币贬值，降息让现金不值钱，中间留下的空间就是黄金的。德意志银行地缘政治溢价长期化，中东、东欧、亚太三大火药桶，谁都不敢说哪一个会先点燃，这个不确定性会一直定价在金价里。美国银行美元体系的信用在动摇，美国国债规模不断膨胀，谁还把美元当唯一的安全资产？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对不对？但同一时间有一个人站出来唱反调，他叫 Mark Zandi， 是 Moody's 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人在华尔街的分量跟那5家行的首席不相上下。他说了一句话，翻译成中文是：市场越来越脱离经济基本面。他还提醒一件事，美国的衰退风险正在逼近 50%。 注意，这两种声音不是对立的，而是看的时间窗口不同。5大行看的是未来12到24个月的方向， Zandi 提醒的是中间的颠簸可能会让你睡不着觉。你需要知道的，大行的目标价不是预言，而是在这些假设全部成立的条件下，黄金会去到哪里。所以重点不是6000这个数字，而是它背后的那5个假设，你信哪几个就决定了你心里的目标价是多少。你可以做的这些大行的研究报告，你不用花钱买，打开各家银行的研究页面，大部分会公开发布报告摘要。Bloomberg 路透的免费新闻里也经常引用这些报告的关键段落，把核心假设抄下来，然后一条一条问自己，这个我信不信？但是接下来这件事可能比大行喊涨更重要，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当所有人都看涨黄金的时候，可能正是要小心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80年1月，黄金冲到了每盎司$850的历史高点，当时几乎所有的分析师、媒体、专家都在看涨，报纸头条说黄金通往1000，出租车司机都在讨论买金。然后呢，2年内金价跌到了$300以下，跌幅超过 60%。 那些当年说1000的分析师，后来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现在我们站在2026年5月，金价4750，五大行喊6000到8500，你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这一次有一个跟1980年根本不同的变量。1980年那波金价上涨主要是散户主导的，是普通人因为通胀恐慌，因为对美元失去信心涌进来买金，当散户的情绪退潮，价格就崩了。而这一次推动金价的最大力量是各国央行，中国、印度、波兰、土耳其、新加坡央行不是来炒短线的，他们是在重构外汇储备结构。这个买盘不会因为一根周线变绿就消失，所以这一次的故事跟1980年不完全一样。但同样道理，大行喊出的目标价也不是一个买入信号，它是一个如果 A、B、C 全部发生，那么 D 会成立的条件命题。你的工作不是去信那个数字，而是判断 A、B、C 成立的概率。我给你一个看大行目标价的正确姿势，记住3步。第一，找它的核心假设。第二，问自己每个假设成立的概率。
第三，把这个概率乘进去，得出你心里的加权目标价。这个数字可能比6000低，也可能比6000高，但它是你自己的。你需要知道的，历史上黄金的大牛市从来不是因为所有人都看涨才结束，而是因为推动它上涨的核心因素消失。1980年消失的是高通胀，因为沃尔克大幅加息了。这一次你需要盯住的是央行购金的节奏会不会变。你可以做的，关注世界黄金协会，英文叫 World Gold Council， 他们每个季度公布一次全球央行购金数据，这是一份不会骗人的真金实银账单，比任何分析师评论都更接近真相。你可以做3件事。第一，非农数据发布之后，打开 CME Fed Watch 看一下6月美联储降息概率是多少。第二，去摩根大通或者瑞银的官网研究页面找一份他们最新的黄金报告摘要，把里面的核心假设抄下来，然后一条一条想，你信吗？第三，把下周3的美联储会议纪要，也就是 FOMC Minutes 放进你的日历，那是印证市场降息预期的下一个关键节点。如果你觉得今天这10分钟把华尔街那一堆6000、8500的标题翻译清楚了，顺手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明天非农正式出炉之后，我第一时间用大白话告诉你它到底在说什么。我有一个问题想听听你的答案。五大行那6000美元的目标价背后有央行购金、降息、去美元化、地缘政治、美元信用动摇这5个前提，在你看来这5个里面哪一个最难实现？评论区告诉我，我下一集挑出现最多的那一个专门讲透。最后提醒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都是信息分享，不构成个人化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详细的风险披露请看描述栏。我们下期见。